如果我跟你說，選德國車還是日本車的引擎，不只決定了你開什麼車，甚至還會直接影響你未來15年的生活方式，你信不信？今天我要來揭發那些車商絕對不会告訴你的真相。我會直接拿最新的2025年德國 TV 車檢報告數據給你看，告訴你為什麼一旦選錯引擎，可能會讓你平白無故多花50萬台幣的冤枉錢。看到最後，你就会完全明白哪一種引擎才真正適合你的生活。我是 Sam， 一定要看到最後。因為在影片第12分鐘，我會分享一個超實用的秘訣，教你怎麼一眼看穿這顆引擎到底是神機還是吃錢的無底洞。直接來看2025年德國 TV 車檢報告裡面最震撼的数据，在2到3年的車齡集聚中， Honda Fit 歐洲叫 Jazz 以驚人的 2.4% 超低故障率拿下總冠軍，這可是所有130款受測車型裡的最低紀錄。但好戲還在後頭，日系品牌幾乎稱霸了整個可靠度排行榜。根據2025年美国消費者報告， Subaru 速霸陸以68分奪冠， Lexus 拿第2， Toyota 緊追在後得到第3。幾乎所有的日系品牌故障率都在 8% 以下，反觀德系豪华三雄 EA、非 BMW、賓士、奧迪全部掉到中段班，故障率明顯高出一大截，這背後代表了2種完全不同的造車哲學。德國工程師就像18世紀的頂級鐘錶匠，要求每一個零組件都必須壓榨出極限性能。一顆 BMW 的引擎就像是百達翡麗，工藝極致，運轉精美，但只要一壞掉，那個維修費絕對會讓你痛到滴血。而日本工程師更像是蓋摩天大樓的建築師，管它風吹雨打，地基一定要穩，他們追求的是越簡單越耐操。Toyota 的引擎就像是精工錶，或許沒那麼花哨，沒什麼科技感，但它能平平安安的讓你開上30年都不會壞。這2種哲學將直接決定你荷包的厚度。因為根據各大外廠保養廠的經驗，很多德國豪車開到15萬公里之後，引擎就開始陸續出現大問題，而日系車的引擎常常開到30萬公里都還順得像新的一樣。接下來我們聊點硬核的技術。現代的 BMW 引擎身上的感应器跟電子零件數量常常是 Toyota 的2倍以上。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複雜？因為德國車廠非常着迷於使用航太級的材料，像是特殊的鋁玥合金加上奈米涂层、鎂合金組件，甚至還用上了碳纖維複合材料。這樣做確實厲害。引擎重量直接比日本車輕了 30%， 但代價就是一旦要修，那個報價會讓你懷疑人生。舉個例子， BMW 的气門室蓋原廠料件大概6000元台幣，聽起來還好，對吧？但因為德系引擎室的空間塞得極度緊湊，結構又複雜，光是拆裝的工資就要花上5萬到10萬台幣。反觀 Toyota 的气门室蓋，材料費只要1600元，工資也才大約6000元上下。賓士更誇張，他們最新款的引擎活塞上用了陶瓷塗層，甚至還有3D 列印的零件，這簡直是不計代價搞創新。但問題是，根本沒人知道這些科技感爆棚的材料到底耐不耐用。相对的，日本車厂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，只用經過幾十年市场考驗最穩定的材料，像是 Toyota 90年代那顆傳奇的 2JZ 引擎，用的就是最傳統的鑄鐵鋼體，雖然重了點，但底子硬到不行，隨便改裝一下就能輕鬆壓榨出超過1000匹馬力。而德國的鋁合金鋼體通常到600匹馬力就是極限了。還有 Honda， 他們這20年來其實一直在優化同一套鋁合金配方，聽起來沒什麼噱頭，但他們把它做到了極致。結果就是這引擎就算你平常保養愛顧不顧的，它照樣能硬挺着開個40萬公里給你看看。接下來這點才是最關鍵的致命傷。現代的 BMW 引擎上面的電子配備可能比80年代的戰鬥機還要多，無段連續可變氣門、雙渦流可變幾何渦輪、高達358的缸內直噴電子水幫浦，主動式引擎角全部被電腦完美的控制着，聽起来超厲害，对吧？但問題就在這裡，每一個感應器、每一台電腦、每一個作動器都是一個潛在的故障點。這就像是用撲克牌疊成的城堡，看起來很壯觀，但只要風吹草動就可能瞬間垮掉。賓士更誇張，他們的 AMG 引擎加入了氣缸休止技術、電子渦輪，甚至還有 AI 監控的引擎管理系統。正常運作的時候，它開起來像魔法一樣爽，但只要它一出脾氣，光是修個電控系統，6萬到10萬台幣就直接蒸發了。反觀日本引擎，他們嚴格遵守 KISS 原則，也就是結構越簡單越好。像是 Honda 鼎鼎大名的 VTEC 系統，它的設計簡直是天才般的簡單，直接用純機械結構來切換凸輪軸，而不是搞一堆複雜的電子零件。2個凸輪，一個液壓閥，搞定。這套系統在台灣和全球操了30年，幾乎從來沒讓人操心過。Toyota 甚至更極致。
Prius 的那套油電系統裡面居然只有3個會動的部件，2顆馬達，1個行星齒輪組，沒有傳統離合器，沒有複雜的變速箱，更沒有那些容易壞的電子控制。全球賣了1500萬台 Prius， 就是簡單才不會壞的最強鐵證。數據會說話 ，Honda 的 VTEC 系統要是壞了，維修費大概只要1萬到2萬台幣，但如果 BMW 的 Valvetronic 系統掛掉，對不起，6萬到10萬台幣起跳。做的事情差不多，德系車的維修費直接貴了快5倍。接下來我們要來戳破汽車業最大的話術謊言。德國車廠很喜歡宣傳我們的車1萬5，甚至2萬公里保養1次就好，聽起來超棒，對吧？省事兒又省錢。但現實是，這只是行銷話術，根本不是什麼科技結晶。這些德系引擎工作溫度極高，公差極小，對運作環境的要求非常苛刻。BMW 規定你一定要用專用的 Long Life 長效機油，1公升要價將近600元台幣，而普通機油只要150元，但這只是塞牙縫的開銷。車子每開6萬公里，你就得換一次火星塞，一顆要1200元。如果你開的是6缸引擎，光是火星塞費用就要7200元。到了8萬公里，你還得換噴油嘴，一支要價6000元，6缸引擎一口氣換下來36000元，直接飛了。這些隱藏成本真的非常驚人，還沒完呢。每到10萬公里，因為缸內直噴無法沖刷进氣門， BMW 引擎就需要做一次徹底的核桃沙清積碳，這一次又是2萬多台幣。如果是賓士開到12萬公里左右，高壓燃油幫浦差不多該下課了，換一顆就要5萬台幣。相較之下，日本人就老實多了，他們從一開始就告訴你，每7500公里或1萬公里就來換機油，聽起來保養很频繁，對吧？但我們來算一筆賬 ，Toyota 只需要用最普通常見的 5W30 機油，1公升只要150元台幣。他們的火星塞可以撐到16萬公里才換，一顆只要200多元。噴油嘴更是常常開到30萬公里都還好好的。根据保養廠的實際估算，同樣開個20萬公里，養一顆日本引擎，光是在基礎保養和預防性維修上，就能幫你省下13萬到20萬台幣的血汗錢。德國的渦輪技術就像是把 F1 的科技直接搬到一般道路上。BMW 的 Twin Power Turbo 增压值達到 1.58， 搭配可變幾何渦輪和電子排氣泄壓閥。賓士更絕，甚至用上了電子輔助渦輪，直接把渦輪遲滯消弭於無形。聽起來熱血沸騰，對吧？但我們來看一下現實中慘痛的代價。以 BMW 經典的 N55 引擎為例，它的渦輪壽命大概在10萬到18萬公里之間。如果腳踩的比較重，可能12万公里就下課了。在台灣，去外廠換一顆渦輪要花4万到6萬元台幣，要是回原廠，沒準備個7萬到11萬，根本走不出來。這還沒完，中冷器換一個要2萬6，電子泄壓閥作動器要1萬5，控制閥要1萬，整套渦輪系統大翻修整理下來9萬到16萬台幣直接飛了。而且德國渦輪車還非常挑食，一定要餵它喝比較貴的98無鉛汽油，每公升比95貴了快 1.5 元台幣。如果以一年跑2万公里，平均油耗每公升跑12.5公里來算，一年下來光是油錢差價就多花2400元，10年累積下來，你就平白無故多花了24000元在油錢上。相較之下，日本的涡輪就像是個默默付出的老朋友。 Honda 的地球夢 Earth Dreams 涡輪引擎，增压值設定在保守的 1.08， 沒有複雜的控制閥和電子作動器，結構簡單又耐用。一台 Civic 喜美的渦輪壽命平均可以撐到15萬甚至22萬公里，壞了要換也只要3萬多台幣，而且它吃最普通的95無鉛汽油，完全不挑食。至於 Toyota 則是走另一条路，用油電直接取代渦輪，既然可以靠電動馬達瞬間輸出最大扭力，何必去搞一個複雜又高溫的渦輪系統？沒有渦輪葉片，沒有高溫損耗，自然就沒有任何昂貴的渦輪維修費。德國車的引擎控制系統簡直就像是一台會移動的超級電腦。BMW 的 DME 引擎電腦1秒鐘可以進行上千次運算，不只能及時監控爆震，針對每個氣缸單獨調整噴油和點火，還要同時跟全車其他15個控制模組進行溝通。賓士更誇張，他們的 MBUX 系統甚至可以結合導航數據，提早幫你預判檔位、上坡、過彎，甚至是當下的天氣狀況，都會被納入引擎控制的計算裡。聽起來科技感爆棚，對吧？但問題來了，只要是軟體，就一定會有 bug。一顆 BMW 的引擎電腦要價將近6萬元台幣，而且開個15萬公里左右就可能跟你罷工，更不用說德系車常見的環保線組老化問題。一旦環保配線龜裂漏電，大重整一次就要花上4萬到7萬元台幣，而且你每2年還要回原廠花個5000元台幣更新系統軟體。更慘的是，開個10年後，原廠就不再提供更新了，你的愛車直接變成高科技的電子垃圾，車子還能開，但系統早已被時代淘汰。相較之下，日本車的 ECU 就像是陽春的工程計算機，功能很單一，
低，但絕對不會算錯。Honda 和 Toyota 用的都是經過時間考驗，日本 Denso 生產的引擎電腦，功能沒那麼花俏，但穩定度高得嚇人。一顆 Toyota 的引擎電腦只要13000元台幣，而且常常開到40萬公里都還不會壞，一輩子也難得需要更新幾次，甚至連插電腦檢測故障，日本車也簡單得多，隨便一台幾百塊的 OBD2 簡易掃描器就能抓出毛病。反觀德國車，只要亮燈，你就必須用那套動輒要價50萬台幣的原廠專用診斷電腦才能讀取，這逼得你遇到問題只能乖乖回原廠挨宰，連去一般外廠都可能修不了。現在我們來看實際生活中的鐵證。我整理了大量的保養廠賬單和長期可靠度調查，結果非常殘酷。根據車檢報告與保養廠的實務經驗，很多德系豪華車 1A2B 在開滿15萬公里之後，引擎就會陸續出現嚴重問題。其中最常見的災情就是渦輪掛點、高壓幫浦下課以及引擎電腦罷工。反觀日本車的引擎，通常要開到20萬甚至25萬公里以上才需要做比較大的維修，而且就算要修，價格也親民得多。整顆引擎大翻修整理好，大概也只要花5萬到8萬台幣。我們來算一筆最真實的賬，養一顆德國引擎10年下來，平均要比日本引擎多花27萬到50萬台幣。我們直接把這筆驚人的差額拆開來看。第一，保養費用，因為一定要用專用的長效機油，加上原廠零件又貴，10年下來直接多花13萬到20萬台幣。第二，維修費用，像是渦輪、電子控制系統，還有各種幫浦壞掉重拖的費用，又要讓你多掏10萬到20萬台幣。第三，油錢差價，光是規定要加比較貴的98無鉛汽油，10年累積下來，油錢就多花了快7萬台幣。第四，專用工資，因為結構複雜，需要專用診斷電腦和特殊特工，保養廠收的技術工資溢價，還要讓你再多噴3萬到7萬台幣，全部加一加，10年下來，養德系車的隱藏成本整整多了30萬到50萬台幣。這裡有一個大家都搞不懂的奇特矛盾，德系車在剛開的前幾年看起來殘值好像比較高，但如果拉長遠來看，他們跌價跌得更慘。一台開了3年的 BMW 折舊率大概是45%，還保有55%左右的價值，而一台3年的 Toyota 折舊可能達到55%，只剩45%的價值。乍看之下，前3年好像是 BMW 比較保值，對吧？但你看看8到10年後會發生什麼事？10年的 BMW 殘值通常只剩下新車價的18%到25%。因為後面的二手買家根本不敢接手，大家都怕被那驚人的維修費給砸死。反觀 Toyota 10年後依然能維持23%到29%的殘值，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車就是開不壞。我們直接拿實際的市场行情來算給你看。以 BMW 320i 來說，台灣新車價大約230萬元，開了3年後，中古市場大概還能賣130萬元，大約56%的殘值。但到了第10年，這台車大概就只剩下40萬到55萬元，慘勝18%到25%。再來看看 Toyota Camry， 台灣新車價大約110萬元，3年車大約剩50萬元，約46%殘值。但到了第10年，居然還能賣個25萬到32萬元，高達23%到29%的殘值，發現了嗎？原本新車價便宜一大截的 Toyota， 開了10年之後的二手殘值，竟然和當年貴上1倍的 BMW 差不了多少。好，最後就是我答應要教大家的超實用秘訣，教你怎麼一眼看穿這顆引擎到底耐不耐操。第一，看氣門機構裡面會動的零件有多少。德國引擎為了追求極致，氣門結構裡塞滿了密密麻麻的可動零件，而日本引擎通常採用簡單的凸輪軸設計，零件少得多，買車的鐵律就是會動的零件越少，引擎就越不容易壞。第二，直接問業務這台車有幾台控制電腦。德系車常常光是引擎周邊就塞了3到5台獨立的電腦模組，而日系車通常只有1台。車上的電腦越少，出電子故障的幾率自然就越低。第三，看它對油品的要求。如果這顆引擎非得加98無鉛汽油不可，代表它調校敏感，脾氣嬌貴，養起來絕對貴。如果它加普通的95無鉛汽油就能跑得很順，那它絕對是一顆耐操好養的粗勇引擎。第四，看保養里程。原廠宣称1萬5甚至2萬公里再保養，聽起來很省事，但這往往代表它的技術極度敏感，容錯率極低。相反的，建議你每7500公里或1萬公里就保養的車，往往代表它的硬體結構非常強壯，對機油衰退的容忍度更高。下次買車前用這4點去幫引擎健檢，你就能輕鬆避開那些修到心痛的吃錢無底洞了。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，你到底是哪一对哪一種引擎才真正適合你的生活？如果你符合以下幾點，那你絕對是德系車隊。
對你來說，極致的科技與性能表現遠比後續的養車成本重要。你心甘情願多掏出35萬到50萬元台幣，只為了換取最頂級的操駕樂趣。你的車主要都跑高速、長途，而且你家附近就有一間信賴的原厂或专修厂，你完全不在意美餐，都为它喝最貴的98無鉛汽油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符合這些特質，那你就是鐵桿的日系車隊。這台車你打算一開就是10年、15年，對你來說省心高可靠度遠比開出去有沒有面子更重要。你寧願把省下來的40幾萬台幣拿去投資，或者帶家人出國旅遊。你的用車環境大多是市區通勤、接送小孩等走走停停的短途路況。你希望車子有問題，隨便找一家巷口保養廠都能修，而且加最便宜的95無鉛汽油就能跑。這兩種造車哲學其實沒有對錯。德國引擎是為了解救那些追求極致、願意為信仰買單的熱血車迷，而日本引擎則是生活務實派最強大、最安心的移動後盾。那麼你準備好選哪一邊了嗎？最後，我們來展望一下未來。德國車廠現在押寶的是破壞式創新，他們的目標是在2030年前全面轉型為純電車，並砸下重金研發革命性的固態電池跟全自動駕駛技術。這一條路風險極高，但一旦成功，畫面會非常震撼。相反的，日本車廠選擇的是穩健演進，他們不急着全面電動化，而是繼續把最擅長的油電混合技術做到極致，同時把氢能源當作備用方案，一步一步慢条斯理地往純電過渡。這做法雖然沒那麼吸引眼球，但走得最穩最安全。這場未來的德日大戰到底誰會贏？答案是兩邊都會贏，因為他們滿足的是完全不同的消費族群。喜歡搶先體驗科技、享受未來的會繼續選擇德國車而追求實用，希望車子能安穩開一輩子的依然會是日本車的鐵桿粉絲。面對未來的車市變革，你的下一台車會怎麼選呢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。說實話，這世界上本來就沒有什麼標準答案。德國引擎是給愛車人收藏的藝術品，而日本引擎則是實用主義者最得力的工具。最重要的是想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麼，買了就不要後悔。那麼你的決定是什麼呢？你是德系性能控還是日系務實派？你是不是兩邊的車都曾經開過、體驗過？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養車故事，我每一條都會親自看哦。如果今天的數據分析有幫到你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並分享給身邊正在糾結要買什麼車的朋友。想看更多用真實數據揭露的車市真相，記得持續關注我的頻道。我們下一支影片見，祝大家開車平安，買車聰明，拜拜。